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3D 物体扫描系统。随着越来越多的黑盒被打开，我们也逐渐在接近核心算法。这次来改写3平面 nerf 的部分。本来上期就该解决 nerf， 但在做的过程中发现 Marching Cubes 需要先完成才行，这才转向先做并行版的 Marching Cubes。先来看看 Instant Mesh 从多视角图片生成 Mesh 的框图。首先是有个 VIT 的 encoder， 把图片变成 image feature 的 token， 然后有个 transformer 得到3平面的 token， 最后用一个 decoder 得到3平面 nerf。之后虽然这里就简单的写了个 Flexi Cubes， 但实际比这个复杂一些，在 LRM 的论文里有。对于空间中需要查询的一个点，采样3平面，得到一个 feature， 接着有多个神经网络，第一个把 feature 转成 density， 第二个转成 deformation， 第三个转成 weight， 第四个转成颜色，它们的网络深度和宽度都是这样的。这里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最大的网络是权重的那个，但 Flexi Cubes 用权重，我们不用啊，这不纯粹浪费了吗？更神奇的是，测一下时间，如果只运行第一个网络 0.12 秒，只运行前2个网络 0.15 秒，3个都运行需要 3.2 秒。这是在搞什么呀？刚好触发了一个换页机制？我不在乎为什么，反正不用这个。现在先继续遵循从后往前的顺序，一步一步移植。第4期说过 Flexi Cubes 有个形变向量场，在每个角点上加一个3维向量的偏移，这使得场不是定义在方方正正的格子上，可以有局部的形变。换成 PyMCubes 之后忽略了这个形变场。现在既然自己实现了 Marching Cubes， 那直接微调一下算法，把形变场加回去很容易。PyMCubes 用 cube 的2个角点差值出一个顶点，实际上只差值了一个分量，其他2个分量保持不变。这个看似优化的东西，正是无法应用形变场的原因。我实现 Marching Cubes 的时候就留了个心眼，完整的用2个3维向量去差值产生顶点，那这就简单了，直接把形变场加到角点的坐标上就行了。不过结果几乎看不出区别。再想想，形变场的每个单元是3维向量，密度场是1维的，所以干脆拼成一个4维的呀，这样只要读一次，2个都搞定了。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让 Marching Cubes 支持形变场很容易，不用整个算法换掉。以前说过，用 Flexi Cubes 的时候，前面还有个20秒的 NVDiffRes 编译时间，接着 Instant Mesh 生成 Mesh 需要4秒，现在看来其中有3秒花在 weight 的网络，所以换成我们这个改进版的 Marching Cubes 之后，这些都去掉了。所以说，用 Flexi Cubes 只是个噱头而已，并没有带来好处，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真正懂 Graphics 懂 Mesh 的人是不会在这里用它的。下一步就是神经网络了，这时候只实现需要的3个。这里我们需要 Shader 而不是 PyTorch 来做神经网络的求值，不然总会需要导回 PyTorch。这3个神经网络都很小，但是采样点数量很大，所以要求值的次数也很多。前2个是场的每个角点，129乘129乘129个，超过200万个。后一个是 texture 上的每个空像素，大约在40万个。所以就干脆用 Compute Shader 开一堆线程，每个线程里做完整的一个神经网络求值，这样效率不是最高，但实现很容易。现在是手写的，利用了 HLSL 2021版里对 Template 的支持，我们可以把类型都在静态解决掉。我说过打算做一个神经网络的 runtime， 到时候可以读取 PyTorch 存出去的文件，用代码生成的方式来产生 Shader， 自己在 Shader 里实现这一套和 PyTorch 里的速度一样对，我随手写的，已经不比 PyTorch 慢了。但如果要把那些采样点都从 PyTorch 那边读回来，再转到 GPU， 就得一路转移 32.75 兆的数据。如果再往前挪，读回3平面 nerf， 在 Shader 里采样，就只要 3.75 兆。那就先来看看3平面是个什么东西。找到原论文 EG3D， 说是他们的新方法，因此不用影视表达，
也不用存 n 乘 n 乘 n 的体数据，只要编码到3平面上的3乘 n 乘 n。但不对啊，来看看 GPU-Gems 3，打开第一章，里面用过程式生成的方法产生了场景，但没法读回 CPU 来做纹理展开。如果都投影到一个平面，就会出现纹理拉伸的情况。如果投影到3个平面，用 Normal 作为权重来融合来自于3个平面的数据，就能解决这个问题。GPU-Gems 3的出版时间是2007年8月，那时候第一代 iPhone 才发布1个多月，这篇文章的成文时间就更早了。这个技术是如此的普及，以至于 Unity 里都有3平面节点这个直接可用的东西。所以你这2022年的 paper 是哪门子新？连提都不提以前的工作，根本只是孤陋寡闻而已。两者真正的区别在于如何从3平面里恢复出数据。数学上来说，可以这样来表达：把从3个平面读到的数据通过一个函数整合成一个。传统的3平面上存的是3分量的颜色，这个函数是加权平均的显示形式，而 EG3D 里的3平面上存的是80分量的 NURF 数据，这个函数是个神经网络隐式的融合。3平面这个东西并没有区别，这3个平面还都是坐标轴组成的，那就更容易了。投影后的2维坐标一定是3维坐标的2个分量，但即便是投到同一个平面，可以从这个方向投，也可以从那个方向投，可以正着投，可以躺着投。传统3平面的投影方式，投到3个平面分别是 YZ、ZX、XY。既然我们用的是 Instant Mesh 预训练的数据，也就需要用它的投影方式才行，不然会和数据对不上。看看它是怎么投影的。为什么有3个矩阵？为什么要求逆？为什么要把坐标成矩阵？这到底是要干啥？仔细看看。首先，为什么要每次采样的时候才求逆啊？既然3个矩阵是常量，每次都只用它的逆矩阵，那就在初始化的时候求逆就是了。这是基本的代码思维啊。接着，这3个矩阵都是正交阵，而且都是对称阵。正交阵的逆矩阵等于转置，对称阵的转置就是自身。那这3个矩阵的逆不就是自身吗？你求逆也是白求啊。XYZ 乘上这3个矩阵，结果分别是 XYZ、XZY、ZYX， 最后取出前2个分量，得到的就是我们期望的形式嘛。虽然说这样写很通用，可以支持各种数量的平面，也可以支持各种角度的平面，但它已经叫3平面了，你猜会有几个平面？又不是3个火枪手，讲的是4个火枪手的故事。又因为只有3个平面，那就只有相互垂直才能最好的把空间撑起来。所以说，肯定要3个正交的平面，你折腾这些干啥？直接用 XY、XZ、ZY 就是了。再看到这行，说有个对 EG3D 的 bug fix， 继续往前追，看 EG3D 里，怎么第3个矩阵还不一样啊？而且不是对称阵了，不过还是正交阵，所以逆矩阵就是转置。所以用同样的规律，可以看到第3个平面的投影是 ZX 而不是 ZY， 这就意味着这个 bug 造成了它其实只有2个平面。作者承认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已经没法改了。所以你这个 paper 的结果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说这篇 paper 创新点是旧的，结果是可疑的，代码是错的。还有更荒唐的吗？有啊，这样的 paper 居然还能中 CVPR， 这不坑人吗？这么草台的吗？ Very clear. Listen. Ridiculous. 不管那些，自己写就是了。就用取坐标分量的简单方法，算出投影到3个平面的坐标。NURF 的80个分量，我用的是 Texture Array 来存，根据坐标就能把一组数据都找到。这样拿到了240个分量的 feature， 送去2个神经网络，就得到了密度和形变的场。再给 Marching Cubes 就得到 Mesh， 后面纹理融合一步，给的是另一个神经网络，输出颜色直接填入纹理。后面这一系列的操作都能去掉，再加上少了个 Wait 那个网络，这下总时间降低到88秒。所以说3平面 NURF 听起来很玄，其实没什么新鲜的。按照顺序，下面是不是该继续往前手写 Transformer？ 先别急，这肯定是个大坑。
在挖这个坑之前，先把前面的坑填一下，才符合我的风格。欢迎继续收看，再见。